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从来不欺负村民的小包。大概在4个月前，我有一期3000倍暴力生存，说下期要去打梦影龙，但是好像因为那个时候没什么人看，我就没有录下期。结果昨天晚上有人在评论区问我，小包，你的3000倍暴力生存为什么没有下期？可是时间都这么久了，我的存档早就没了。那这个时候有的人就会问了，小包，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？重新通关一遍呗，还能怎么办呢？不过我的运气非常好，出生点旁边就有一个地狱传送门，真的是非常的 nice， 这样子我通关的速度就可以快很多了。先去弄一块木头，做一个工作台。为了做这一个工作台，刷了一地的废料。这个3000倍暴力生存真是绝了。在这个传送门旁边还有一个箱子，箱子里有碎石和黑曜石，还有一个金头盔。这个箱子把我去地狱需要的东西都集齐了，黑曜石可以把门填完，金头盔可以让我们不被猪灵攻击，碎石一会儿可以做打火石开门，这简直是天胡开局。那就稍微做点工具，然后去找找铁矿吧。做个镐子和斧子掉了一地的木棍，把我卡的不要不要的，赶紧掏出我的大宝贝掉落物清除指令，把地上的垃圾都清除一下，再给羊们做一下按摩。这个羊毛可以拿去做床，最后打龙的时候还可以用床去炸梦影龙。就在我准备去找点石头做熔炉烧羊肉的时候，发现旁边居然有一个小峡谷，那这铁矿不是也有了？我真的是第一次遇到这么顺利的开局，感觉根本不需要3000倍都可以快速通关了。于是我又挖了一点点石头，然后用箱子刷了一点点熔炉，又刷了一点烧好之后的羊肉，然后就去挖铁矿，烧铁矿，再刷一点点铁块当做垫脚方块。这个时候我身上的东西也就勉勉强强够用了，那就直接出发去地狱，找猎人借一点烈焰棒用用。这个新版本的地狱天上不停地飘着头皮屑，看着真的是太难受了，还是老版本的地狱舒服一点。那我们就直接沿着东西方向跑去找要塞吧。搭到一半，我的小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好点子，把大陆的方块换成金块。虽然金块没有铁块贵重，但是它至少是金闪闪的，看起来就好很多。怎么样可以搭得快一点？走一下，我看他们是蹲一下走一下，蹲一下走一下，是这样吗？哦，好方便。还有这个地下的岩浆好像是只有1层的，差一点就没了。有了上一次的教训，现在的我已经很熟练的掌握了这个搭路技巧，不可能再掉下去了。事不过3，知道不？我这大方块的速度又快又稳，不可能再掉下去了，好吧？复活点对面的河里还有甘蔗，我突然想起来那期变成上帝的生存，我因为没有烟花，所以掉进了虚空，所以这次我一定要做很多的烟花，这样子拿到鞘翅以后就可以乱飞了。先用这些甘蔗做一点点纸备着，到时候找苦力怕再借点火药。又找到了一只猪灵，这样子我们就不用找小黑了，直接和他交易一波珍珠。现在珍珠是有了，不过烈焰棒好像是不属于交易物品的，所以还是得继续去找要塞，去石发恶魂。找了半天了，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呢？那是什么？就这样，我终于到了地狱要塞，并轻轻松松的击败了1只、2只、3只猎人，第3只就给我们掉落了一点点烈焰棒。于是我本着和梦影龙同归于尽的想法，又做了一点点床，开始寻找末地传送门的旅程。在3000倍的暴力下，连梦影之眼都会在空中爆出3000个，再也不用担心不知道眼睛飞到哪里去了。在路上，我又找到了一片橡木林，于是花了几分钟撸秃了10几棵树，终于弄到了一点点苹果，用这些苹果合成了一点点金苹果。在找传送门的路上，我又遇到了一个村庄。虽然这一路走来非常的劳累，但是作为雷锋精神的继承人，我还是非常无私的腾了一些时间出来，给住在冰天雪地里的村民添上一把希望的火苗，让他们的冬天得以过得更加温暖。不愧是我，村庄英雄。可能是因为我善良的举动感动了上苍，很快我就在村庄的附近确定了传送门的位置。垂直挖在地底下之后，没走几步，我就看到了远处的杜虫刷怪龙，可能这就是传说中的好人有好报吧。我还是第一次一下来就找到传送门。屏幕面前的小伙伴们，你学废了吗？如果学废了，记得把我替村民谢谢你打到公屏上。然后我就开始了枯燥的屠龙行动，无非就是把自己炸飞，然后落地水失败，复活直接跳下虚空，或者是把自己炸死，或者是被龙息烫死，像这样无穷无尽的循环罢了。总之最后我还是把梦影龙炸死了，然后老规矩，把龙蛋消除掉。接下来就去完成之前作为上帝都没有完成的事情，拿到鞘翅并好好的说一段结束语。然后花了我大概20分钟的时间，一直没有找到有船的末地城，又因为一次没有及时补充金苹果，我用末影珍珠活活把自己砸死了。其实当时也就是有点气，可是复活之后有弹幕告诉我，我死的地方前面就有一个末地城。我真的是太开心了。然后又花了一点点的时间，我终于是重新找到了末地船，不过差点又用末影珍珠把自己给杀死了。好在最后的关头我及时反应了过来，逃过了一劫。
并上去拿了一点点鞘翅。在和前一辈搏斗了一番之后，我把龙头也拿到了。最后我做到了在上帝生存中都没有做到的事情，那就是在末地自由的翱翔并说出结束语。那么本期生存到此结束，再求一波3连，说不定屏幕面前的大帅哥大美女们就把3连给我了呢。那么我是小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